上周因为反复在小红书上刷到宁波东钱湖小加州，就决定去拍几张照片。看了眼地图，边上就是东泉湖，那带上自行车去骑行，岂不妙哉？这次开的车是全新的蔚来 ES6， 上海到宁波距离非常近啊，2个多小时的车程。这台车有75度电池，有个60%的剩余电量，差不多就能到达了。这台 ES6 选装了免费的油漆云白，黑色的内饰超纤绒顶棚，加上纳帕真皮座椅。这一代 ES6 标配纳帕真皮了，倒也是响应了呼声，毕竟上代吐槽真的是骂得太狠了。纳帕真皮配合新的缝线设计，手感温润，而且这种叶脉纹路的缝线也让皮质在长久的使用之后不容易起皱。非常经典的黑白色的搭配啊，不仅是内部这样，外面也是。ES6 都是有着黑色车顶的，也轻松实现了双色的车身搭配，很容易形成撞色的熊猫感。车内一眼可见的是改进了换装 ET9 同款的 15.6 寸的 AMOLED 屏幕，顺带用上了怀档杆，这样就能提供双无线充电板了。失去了一点原来游艇档杆的特色，但是把实用性上又提升了一点。我已经很习惯用车道级导航了，主要是在浙江高速这种信息传递通畅的地方，导航可以提供上帝视角，告诉你事故路段在第几车道，大部分的时候都还算准确。这个季节气温也很合适，车也很省电，100公里18到20度的高速能耗，对于这个尺寸的双电机车来说，其实是挺优秀的成绩。不多一会儿，开到了杭州湾大桥的南岸服务区，来解决个内部矛盾。我出门的时候不到80%的电量，到这儿还有55%呢，确实也不用换电。但是很多不是蔚来车主的朋友们，似乎他们也没有办法知晓换电站的位置到底在哪儿。这就算是一个典型的位于服务区的换电站吧，我来拍个视频吧，纯新手向的。蔚来在全国有3300座换电站，其中大约1000座位于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所以开别的电车跑长途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 NIO 的逻辑就是油车加加油站的逻辑，只不过因为换电站的尺寸小，可能不一定在入口或者在出口的地方，但是蔚来车主车里的导航地图的标注是准确的。而且有好多服务区都是有领航换电，你不需要在哪儿，车可以一路用 NOP Plus 开到换电站的。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蔚来换电站，一般呢会带有2到4根的充电桩，充电桩面向所有的车企开放，收费服务。我来的时候没有下换电的订单，所以当前面的车换完电之后，换电站的门就关了。本来到这里呢，我也就该走了，但是来都来了，我突然意识到该换个电，哪怕我是零排也是不影响换电的。换电的时候，只要在车机内下单，随后会要求你停到换电站的框内，剩下的就是屏幕点一点，交给 Nomi 来完成吧。换电的过程中，车内的空调会关闭，但是车内会有风机通风，车窗可以正常升降。新款车型在换电的时候，甚至还可以回到中控屏，你设置个导航、看一个视频都不影响了。换电3分钟的时间里就可以完事儿，你继续自己的旅行吧。来给大家看我们换电的价格，刚才的换电电价是1块4毛9每度，然后隔壁就是边上服务区的充电站国家电网的是1块8毛5每度，所以你可以看到换电比充电不仅快了10倍到20倍，而且价格还更便宜。当然这个电价也是根据时间段浮动的，比如有人说你新车零排就换电，这不新电池换旧电池了吗？我觉得简单一点来看吧，电池的新旧无非是续航里程的高低。未来通过换电体系保证流通的每块电池都让你感觉不到明显的续航区别就可以了呀。不换电你就一块电池，换电了3000多座换电站里的电池都是你的，这才是精髓。当然换电这个事儿不是车主他就是会难以理解一点。你说我要去服务区吃个饭，有时候服务区比较好看，我就想待一会儿看看风景，喜欢充电行不行？那当然可以了。未来也是能充电的，你看，就是在这个服务区有2台增程车在充电，它也不加油，有一台蔚来，有一台货拉拉，他们不都在充电吗？只不过2台增程1小时可能也才充电40度嘛，够换电换15到20台车了。蔚来说的一直都是可以换电、可以充电，比只能充电的车有更好的灵活性。你说你家里有充电桩，那肯定加充啊，但你说出门在吃饭的时候换电太快了，反正要去吃饭，那就利用这个时间充个电呗，也行啊。但是有换电的能力，就让你不必在需要赶时间的时候强迫自己必须要去吃顿饭。继续出发，直接上杭州湾跨海大桥。新款 ES6 因为算力高，摄像头本身的画质出色，也能调用车机直接拍摄旅行画面。大部分朋友不是博主，可能不会随时架设相机，车内有一个能随时拍到的，挺适合旅游的。
而且未来还提供多个摄像头拼接的全景画面，特别适合宏大的场景，比如杭州湾的跨海大桥。新款 C 大操作系统本身操作就极为流畅，我最喜欢的手势就是3指拖动界面进行分屏操作，因为是横屏，也提供了更好的娱乐性，你可以同时兼顾导航和娱乐，比如说歌词，或者让副驾看个视频。在旅途中看到 Nomi 跟随音乐一起摇摆，这个未来最成功的 IP 似乎也显得更多的灵性。堵车的时段，你有车道级的导航，也依然能提供良好的上帝视角，提醒你提前变道了，决胜于公里之外。对了，新 ES6 也标配 HUD 了，19.4英寸的一个巨大的 HUD， 可以投影盲区影像。得益于神机芯片的强大算力，这个盲区影像几乎没有延迟。有的朋友不喜欢投影到 HUD 上，比如我会觉得眼花缭乱。你也可以在打灯的时候它显示在屏幕上，或者你干脆常驻一个盲区视角在桌面上都行，完全是你喜欢哪一种，未来都能提供。突然开始下雨了，那还怎么骑车呀？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宁波，可惜开始下雨了。东钱湖小加州原来是一个卡丁车公园的停车场啊，因为背景是东钱湖，加上硬化良好的停车场，配合种植的树木以及完美的涂装，确实别有一番风情，很适合拍车。来都来了，车必须要骑啊 ！ES6 车内的空间足够大，甚至可以在车内换装，这一点比开轿车就要灵活不少了。本身呢是 SUV， 赢在通过性，还有更好的装载能力。我这趟出门后备箱带了一台公路车，没有拆轮子，直接扔进去，一个2寸的登机箱，还有一些其他的附件。ES6 车顶的行李架，如果你车多的话，车顶还可以用拖勒的架子继续拓展装载。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我要推荐所有的 ES6 以及 EC6 的朋友们买蔚来车商城的这套灵活储物格，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2台车下方这块又大又深的容积。看看我都放了啥：2双锁鞋，一个充气泵，一条备胎，扳手套装，补胎工具包，纸巾包，懂的都懂。还有老演员雀巢的胶囊咖啡机，这个机器我特别喜欢，便携小巧，不占地方。我经常住酒店的时候想起来就拿2个胶囊放在车里存着，真想念那一口的时候随时都能有。来都来了，细雨绵绵，骑车刚好，开骑。雨势渐大，正好也下午了，索性就收了，去吃点东西吧。Nomi 打开座椅通风，打开座椅按摩，导航到明州里 New House。座椅通风已经打开了哦，可以在屏幕上调节分体通风控制哦。关闭座椅按摩。好的，座椅按摩关了。Newbility。Nomi 播放我最爱听的音乐。懂买收藏的歌曲来了。这次呢，我去的是明州里商场，这里的 New House 是青山周平设计的。我一直呢被这张封面图所吸引，一直想去看看。这个商场有各种卖车的，蔚来跟乐道也有很大的一个位置，在商场的1楼 ，New House 在2楼。还没进门，透过走廊那扇玻璃窗，看到牛屋里面有2位小姐姐正在休息。灯光、家具、装修、人
这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对了。牛屋的大门有一点点隐蔽的小入口，蔚来体系的车主们扫码就可以进入。进入后就能一眼感受到日本设计师们喜欢的造景手法。门一打开，仿佛就隔绝了外面的喧嚣，进入到宁静的区域。温暖的木系家具配合开放、灵活而又通透的空间，这个牛屋不大的，但是你会觉得非常温馨。靠近窗外的部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外墙用的是高低不同起伏的钢管，做成了一种类似于波浪式的涟漪，非常有想法。好的设计师，他会把城市的元素、场景的约束、文化的因素融合起来。当然，也会有朋友说浪费钱没有用。我觉得打造一个品牌，尤其是未来过去10年做了一个高端品牌，牛屋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如今你看到 Apple Store， 你不会说 Apple Store 开在最好的场地，用着最好的装修，每一家 Apple Store 都是景点，你说它没有用。其实未来也是走着这套的模式。我看到的是大量的车企在争相模仿，我看到的是很多车企只模仿，但是没有学会，学不像。比如明州里的隔壁就有比卖未来更贵的 SUV 的品牌，他们也有一个休息区。大家去观察一下它的装修、它的地面、它的设计、它的结构、它的家具，甚至它的人，我觉得要提升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休憩完毕，直接就回家，未免有点无聊，我决定去舟山。本来还想接着骑一圈的，结果下雨了，看天气预报明天也下雨，这个有点尴尬呀。没关系，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营地，然后离这儿也不远，开车也就一个多小时吧，我想去看一看。那个地方非常漂亮，相信大家看到视频之后一定会问这个地方在哪儿，一定也会想来。开不了一会儿就到了我想去的地方啦，舟山马木风车露营地。这一段是蜿蜒的山路，但是铺装良好，什么车都能来。这一大片风车营地，高低错落10几个，有适合看日出的，有适合看日落的。天气合适的时候，这里还有卖烧烤、卖西瓜的。不过今天天气一般，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看的风景。我拿无人机在这一片踩了下点，倒也玩得很开心。看了眼天气预报，明天将会是一个好天，尤其值得带上吃喝，在车里睡一夜。但是我既没有帐篷，也没有买 ES6 的分体床垫，睡在车上不合适，还是决定去50公里外的酒店住了。去舟山酒店的路上，雨越下越大，我甚至有点担忧，明天的天气真的会变好吗？你看现在雨下的特别大，前挡是能看到这个大雨的，对不对？再看我们的流媒体后视镜，特别的清晰，有没有？这个就是因为复用了智能驾驶的摄像头啊，未来的技术很好，它一整套架构复用了智能驾驶的摄像头。智能驾驶它为了要做智能驾驶啊，所以它下雨天它必须要看得清，所以神机提供了一套独特的降噪算法。让这个后面依然下雨天气、有雾的天气依然都很清晰。不过道路还是会很通畅的，1个小时就到酒店了。明天上午见。早上好呀，现在3点20，准备出发。我的氛围灯真漂亮。凌晨3点多，顶着晨星出发，舟山的街道空无一人，很快便又开到了上山的路上。不得不说，标配了 ADB 的大灯 ES6 还挺适合这种深夜的山路的，灯光巨亮。如果对象这时候有车，它会精准抠像。可惜了，这个时间点上山的只有我。新款 ES6 虽然把悬架改得更偏向于舒适了，但是在这样的路上，你用运动模式，你还是能感觉到 CDC 用更强的支撑性在弯心顶着车，让你开起来信心十足。4点12分，我到达山顶。前一天已经踩过点了，我很清楚知道该如何停车，让我可以获得日出的绝美风景。就在我倒车的时候，我惊喜地看到车内流媒体的后视镜里已经渲染出了星河流光。蔚来用了光圈非常大的镜头当做 AD 的摄像头，又通过神机芯片的降噪加持，
哪怕这么暗的环境，流媒体依然尽力抓住一丝光亮，展现了一个绝美的风景。流媒体后视镜绝不是用来看风景的，但是在强大的算力下带来了一点惊喜跟浪漫呢。昨夜的大雨让今天在山顶的人特别少，一位昨晚就在这儿睡车里的大哥，以及4位从杭州开车来刚毕业的小朋友们。人少地方大，这给了我极大的创作空间，我非常兴奋，凌晨起床的疲倦一扫而空。日出时分，天空被染成梦幻般的粉红色，如轻纱般的温柔，层层叠叠的云朵被镶上了金边，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编织的锦缎。远处，跨海大桥横卧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不时经过的车辆车灯闪烁。海风轻拂，带着咸湿的气息，吹拂着这宁静而美好的清晨。我飞起了无人机，记录下了美景，也记录下这几位小朋友们欢乐的一刻。烦恼与喧嚣都随风而去，只留下满心的宁静与喜悦。随后，我把无人机里拍摄的视频也发给了这几位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感到很惊喜，并送给我一瓶饮料。打扰一下，谢谢你刚刚给我们拍照，给你。哦，不用，我带了很多水，谢谢，客气了，你们拿收着吧。你拿着吧，哎，多一瓶，多了一下。好，谢谢。转眼间，我也是到了见到大学生们就会感到年轻真好的时候了。当太阳升起，人们渐渐散去，整个平台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没有床垫，但是在副驾零重力的座椅上躺会儿，应该也是极为舒适的。ES6 花了8500块选装了女王副驾，真零重力模式，躺下之后还会给腰部做额外的抬升，就那么一会儿，我竟然睡着了。清晨阳光温暖柔和，照耀在车漆上。新 ES6 重新设计的肌肉感更强的机盖，线条分明。我很喜欢这3500块选装的织网轮毂，看起来很轻盈，还能露出来未来自研的4活塞卡钳。这台车也选装了交流放电，所以还有什么比就着这么美的风景来一杯咖啡更快乐的事儿呢？不管买多少台车，你还是要有一台未来的。ET5T 代表了一种灵感和个性 ，ES6 我觉得代表的是一种面面俱到，原创的审美、高级舒适的内饰、良好的驾驶、独一份的绝佳补能，所谓的水桶车不过如此。一场骑行活动意外变成了一次看日出，真的还挺开心的。下一次我要把帐篷、睡袋都常备在 ES6 的后面，反正后备箱足够大，就这么为所欲为，随时想去随时去，这样的自由可能是最宝贵的。好了，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